OK， 欢迎大家回到 La Société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你会不会跟你的心上人一起过情人节呢？情人节只剩几天就要到了，5天吧。希望我可以在4天情人节前4天把这影片 po 到 YouTube 上。好了，应该今天算的结果就是 around 情人节的时间，可能就算你们没有一起过情人节，可能之后情人节之后还是会一起过啊，见面啊，补偿啊这种。那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今天来尝试一下用音波来静心。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来做一个选牌前静心的动作。闭上眼睛，深呼吸，吐气，再一次深呼吸，吐气，闭上眼睛的时候，感觉白色的光在你的眼前，白色的光把你的杂思都从脑袋里清除。再深呼吸一口气，吐气，静静的，什么都不要想。感受你的空气，感受你自己的身心都平静下来。有一股光包围着你，照耀着你，保护着你。现在慢慢的睁开眼睛，好，现在在你眼前有5副牌，这5副牌到时候我开牌的时候会大概讲述一下你的心上人的能量、个性以及你们之间的能量关系。现在感受一下哪一副牌最吸引你，你可以选1到2副，里面都会有你需要参考、可以参考的资讯，也或者你可能会选到一个比较在讲述你自己个性的牌组，那你可以再重新选择另一副牌，因为有的时候2个人的能量会互换。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解牌吧。好，这是大家选到的第1副牌。这3张牌是要来解释一下你喜欢的这个人的个性，还有你们现在能量的关系的能量。大家不要害怕这一副塔罗，这是吸血鬼塔罗牌。我用这一副主要是因为，虽然现在不是 Halloween， 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图像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大概个性能量。我们先讲一下他这个人好了。你心理上想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很传统的角色，不管他是男性还是女性，但是这边感觉男性能量比较多一点，或者说是阳性能量比较重。这个人他尊重传统，尊重规矩，
他都照着规矩来，社会对他的期望，照着社会对他的期望做事，家庭对他的期望来做决定。然后他的经济能力应该算是不错，有一个基础，经济的基础。然后他最希望的就是未来能够成家立业，就是像可能家里的人对他的期望，或者是他觉得社会的一个规则就是先立业然后再成家这样子。你看他这个，他已经立业了，他有了他自己的房子，可是他好像还是在展望着一段适合他的关系，可以组织一个家庭。然后这些都是他这只手好像就是被他淘汰的对象，或者是他在事业拼斗上那些手下败将。他是一个很强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很爱面子、有点骄傲的人。虽然这张是教皇牌，教皇代表的是他的一种追求以及遵照传统形式的一个概念，但是同时他坐在一个王座上，然后大家你看这些手伸出来祈求他，追随他，所以他可能是一个主管，或者是有变成主管潜力的人，看他现在在社会上的经验、经历、年纪等等。可是这一张逆位的圣杯八却表示他现在卡在一个能量状态里面，无法前进跟改变。就是他可能因为他可能是固定星座的，就是不喜欢改变的个性，所以他即使知道不管现在是他事业上或者是情感关系上有一些思维或行为模式已经不适用他，可是他拒绝去往前迈进，或者是用一个新的方式或走入新的方向来改变目前的情况跟状态。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在一起的话，他可能就是有一种卡在过去，然后他知道可能要跟你进入下一个阶段，可是他却不敢，或者是不想，或者是他没有信心，所以他等于是有一种，他宁可放弃前进，他也要待在他现在原有的位置跟舒适圈里面。他可能太注重别人对他的看法，不管你们现在情感关系如何，他受限于社会规则，他的恐惧，他怕打破现状。那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下一步的承诺。就算他想，像圣杯十，他其实想成家，可是他却现在卡在这个状态，还没有进展到成家这一步。这可能是你感觉到，如果你们已经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你有感受到他迟迟不肯给你一个 commitment， 一个比如说进入婚姻的一个状态，或者是那如果你们还没有在一起，就是你可能已经暧昧一阵子，你觉得他喜欢你，可是他也表达他想成家，可是他却没有跟你进一步交往的打算。好，我们接下来抽一下塔罗牌，其他塔罗牌，看你们情人节会不会在一起过嘞？OK， 这是你们的塔罗。你们的这一排出现很多大阿尔克纳，我大概讲解一下，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有远距离的问题，然后你们可能因为这个人的迟迟不肯跟你的关系向前迈进一步，所以也许你们就是有一种，你们之前可能会发生争执，或者是你不想要再等待，所以你有一种那叫什么？最后通气，叫最后通气吗？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有一种警告他说你不想再等了，或怎么样的，就是或者是这种心情状态，而导致有一些争执，而这些争执，这个是 Tower， 这是超可爱的 Tower， 所以我用这个塔罗去 balance 这个很可怕的吸血鬼塔罗的能量哈。这是一个意大利的插画家的作品，这个是高塔牌，这么可爱的高塔牌很少见。对啊，我觉得就是你们可能很想要下决定吧，就是可能想要，你们可能有一个很激烈的争吵，或者是有一个情况很突然的情况发生，然后导致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就是有一种，这边有一个死神牌，可爱的白雪公主被7个矮人围绕着，躺在寒冷的雪地里面，可能有一部分的人状态是这样，因为现在冬天嘛，超冷的。这个人可能有一种，他有感受到他必须要死过一次，可能是他知道他的 ego， 他的小我不能再这么的固执顽固，然后你们的争吵或者是这个突如其来事件的发生，让他有一种其实必须知道该转变了，该要往下一步走，该要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个新生，可是他却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他这个人的个性让他太害怕转变，害怕变化，然后他又害怕失去你，因为他知道你们两个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良好的，然后沟通顺畅的，然后是让他是很美好很积极的关系，是值得他去付出并且维持维护，可是他却害怕改变，因为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就是改变，他有他的恐惧，他不知道，可能他不知道怎么，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你更深的，因为在进入下一步就是一个更多的责任，更深的责任，那他应该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他这边有教皇正位的牌，所以他可能没有自信可以带给你更好的东西或怎么样，所以他很害怕进入下一步，然后但是他也很害怕失去你，他的这些压力，害怕转变的压力，害怕失去你，或者是害怕进入下一步，甚至已经让他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适，比如说头痛啊，比如说发抖啦，就是肌肉酸痛啊，这种毛病，因为压力太大。可是你们的这个争执或者这个突发事件，让他知道他应该要前进，他知道他正在 struggle， 在挣扎，可是他知道他应该要放下过去，然后要跟你继续往前。然后你们可能有一阵子没有，怎么说，你们可能有冷战一阵子吧，那你们冷战的期间，可能他就会偷偷的去看你的 social media， 偷偷的观察你，不让你知道，看你的状态如何，然后看要怎么样去跟你，就是他在偷偷的计划怎么跟你沟通，或者是怎么去接近你，因为他有感受到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你没有在跟他，你没有跟他
在交流的这段时间，他感受他失去了你对他的爱，他失去了你对他的温暖，给他的关怀，他很想念你们之间这种你给他的这种温情温暖的感觉，他跟你在一起就是有一种家的感觉。然后他很想念你们，可能很爱拥抱吧，他很喜欢拥抱你的感觉。然后他也知道你们是可以一起，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可以一起合作协作，不只是关系上，你们甚至可以一起经营事业生意，就是你是一个又能干又有爱的人，所以他觉得可以跟你，他很喜欢你在他身边，然后一起合作的感觉。所以接下来，反正他对你，他知道他想要的是圣杯十，他想要，所以这边有一个钱币十，一样就是一种，他会快马加鞭的来到你的身边，他会更努力的去积攒他的实力，经济实力或者是情感智商的实力。但是这边这两张讲的比较是经济状况，就是他很想要给你稳固的关系，有经济基础的关系，跟你一起创造这样的关系。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得，不是很得心应手，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给你这样的稳固的情感基础，稳固的经济基础，他想要给你，可是他却不知道怎么去做。反正，但是他现在已经做好，我觉得他已经做好决定了，就是他知道他不能再这样一意孤行，活在自己的世界，自己挣扎。他已经决定好，他可能这段，如果说你们没有在交流的话，他是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沉思你们俩的关系，然后他其实是想要算牺牲奉献嘛，也不能说牺牲奉献，就是他愿意为你们的关系做出一个他以前不会做的决定，不会做的行为，就是他要把他的恐惧战胜他的恐惧，然后他愿意，对啊，就是讲愿意为你们的关系牺牲奉献，而做出往前一步，就算他没有信心可以给你他要给你的这种稳定的，应该怎么说啊？我的中文怎么变那么烂？他想要给你很多，他想要让你过得舒适。他想要你们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可是他没有信心，所以他不敢往前。但是他现在，你们可能这一次的突发事件或争吵，让他痛定思痛这样子，然后打算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要抓住你这个辈子。然后你如果他还没有联系你，你就继续给他一段时间，他在偷偷的观察你，然后他在思考怎么样进下一步。然后这张最后世界牌。讲的露骨一点，就是你就是他的全世界，他想要给你全世界，所以他是往这个目标在迈进的。所以，我们只是在讲会不会一起过情人节，怎么讲到这么远？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可能就是在期盼一个更深的承诺，所以你们会选到这一组。你也觉得这个人很稳定。那如果你们还没在一起的话，有可能他情人节的时候会来，你们可能会收到他的联络，我不确定你们会不会在一起过，等一下来抽牌看一下。那如果你们已经是在一起的话，情人节应该是会一起
会是一个你们沟通的好时机吧。我们来抽一下神谕卡，来看你们接下来是什么状态。OK， 这是帮你们抽到的神谕卡，出来了3张。我要讲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会带来很多的 abundance， 很多的富足。你们可能是互相的幸运星，然后你可能是旺夫，然后他可能是，如果你是阴性能量，就是你们会互相旺运啦，不管你是男生女生。而且这边有一种镜面的关系，所以你们是互相会给对方带财，会有点怂，但是就是互相旺对方的运，因为你们都是懂得为对方付出的人，而且你们的关系是受到星星太阳的祝福，你们会一起成长，一起变得更丰盛。但是这张卡也代表的是说，你可能太专注在这个人有没有办法给你承诺，或者是你太专注在他身上，你现在就是需要把专注力拉回到自己身上，继续让自己过得更好、更完整。怎么说？让自己发光发热，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让自己好的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个人他看得到你是一个很值得信任、值得仰赖，然后也有工作能力的人，我相信。所以你继续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然后会让这段关系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这张 karma，不一定你们是业力关系啦，但是意思是说，你对他的好，他都看得见。那你付出的好，宇宙都会带给你应有的回报。所以你可能在生气，你现在有一种怨念，请原谅我用这些词。我喜欢讲白话一点，你可能对他有一种怨念，但是你要把这个怨念释放掉，因为你的怨念会带给你的对象会感觉得到，你对象感觉到，他可能就不敢跟你继续往前。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不敢跟你沟通，不敢跟你，就是你的怨念会带给一些对这个关系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些果报，这样子。所以你继续发光发热，继续当他的星星。我的意思是说，你把你的意念、善的意念、爱的意念继续投注在你自己身上、这个世界上，还有你的对象身上，然后相信宇宙会带给你需要的、对你好的果报。那这张牌，我觉得你的对象或者是你们两个都是有一点固执。你的对象有可能是水象或土象，就固定星座的人，土象蛮多的吧？土象对，还有水象。土象有金牛、处女、摩羯，水象就是天蝎、双鱼跟巨蟹，还有一点点火象跟风象。就是你要看他们的星座命盘，因为我们星座命盘有很多星嘛，每一个你出生的时候，每一个行星会落在不同的星座上，所以你看它比较主要的行星落在哪边，可能太阳上升什么的是土象，水象，然后可能有月亮、金星什么的在火象或风象之类的，或者是水星。反正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啊，所以你就是可能。神谕卡的建议是说，适时的放手，把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一直放在逼着他要给你下一步承诺的这个意念上，然后给他一点自由空间，让他可以有空间呼吸跟思考。以柔克刚，我觉得对这个人就是要以柔克刚，他其实对你
怎么说？他想要给你金钱物质的安全感，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给，他没有信心。他可能有，他可以给，但是他对自己比较严格，所以他可能没有信心给你最好的。可是他想要给你全世界哦，记得放轻松一点，不要给他太多压力，这是对这个关系的建议。然后情人节，你现在就开始对他放松一点哈。如果你想要情人节跟他一起过，或者是有一个更积极的沟通的话，你把你的愿望交给宇宙，哈。但是是善念，是爱的，以爱为出发点的愿望，然后相信你们可以一起创造富裕的未来。然后他的那个固执的脑袋可能会开化，他的第三眼可能宇宙，他的高我会听到你的愿望，然后打开它，去感应到你的高我跟他的高我的连接跟对话，然后让他知道他应该，他就开化了，就是叮咚，就是一个灯泡的感觉。要有信念哦。那你们的关系应该是会正向发展的，但是他就是有一点，给他一点时间，要开化。好啦，这是如果你们喜欢这个 reading 的话，请按赞，然后可以留言分享你的故事，然后分享看你们情人节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请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分享这个影片给你的朋友，我说赶快来算哦。然后按小铃铛。那就先这样，谢谢大家，下次见，拜。OK， 那个现在我们要来解第二副组牌的朋友，这是蜂蜜方解石，很可爱吧？很像，我觉得很像一块肉。OK， 我把它放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显示你们心目中想的这个人的能量如何。OK， 你们心目中的这个人，现在代表他们的牌是金币3正位以及正义的逆位。这个人他应该是很喜欢团队合作，喜欢跟一群人一起工作的感觉，喜欢讨论、研究，一起脑力激荡，然后产生出成果的人，他们很 enjoy， 很享受这种团队合作的感觉。不过，很有趣的是，他们喜欢团队合作，可是正义牌逆位却显示，他们不是一个，讲直白一点，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一个很好沟通的人，因为他们不善于，怎么说 ？objective 就是 objective 怎么翻译啊？他们没有办法很客观的看到问题所在，然后只专注于解决问题。他们的个性有一种倾向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把精力用在责怪别人身上，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或者是说他们的怎么说？他们没有那个逻辑去分辨事情的重点在哪。他们会喜欢，就是讲直白一点，就是喜欢归咎于别人，而不会反过来检讨自己该负责的部分。然后会浪费精力在争吵上，去争吵是谁的错，而不是去把这个精力省下来，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面。所以他喜欢团队合作，可是他却有这个部分的不足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对，我知道这有点简短齁。所以你可能跟他相处的时候，
事情顺利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人好好相处哦，都可以一起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当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见到他比较黑暗的一面。这个黑暗的一面就是，事情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他会一直进入一个无限回圈，然后他不会从中学习，就是每次碰到问题，他就会以责备别人或者是归咎责任的方式来处理、来面对，所以你会觉得跟他有一种很难沟通的感觉。我们来抽一下塔罗牌，看一下你们会不会一起过情人节。我每次都想要说耶诞节，都不会。就是在情人节前后，你们会不会一起度过呢？我刚刚在帮你们抽塔罗牌的时候，一直掉出好多好多牌，每次抽都掉出好多好多牌，所以我觉得你们心里想的这个对象，有可能关于你们的关系，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他是一个怎么说，对你们的关系，他可能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的思考跟抉择。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你们你绝对是对他非常有吸引力的，他只要一看到你就是有一种冲动，这样讲对吗？就是你就是他的菜，所以每次他看到你，他就是很喜欢你，很 可是他虽然知道怎么说，你虽然很吸引人，他很喜欢你，可是有一些问题让他常常的陷入思考，他没有办法，其实他有一种没有办法决定该怎么做，对你该怎么办，就是他有这种对你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想法。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他会有这种难以抉择的情绪，甚至是恐惧，因为宝剑2代表的是恐惧，因为恐惧让他无法抉择。他正位的时候代表他想要抉择，可是他要很小心翼翼的过这个钢索，可是逆位的话代表他完全没有办法，目前没有能力去抉择，他有点混乱，可能就是因为你对他的吸引力，你有很多优点，他没有办法决定跟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可是你绝对是一个很有灵性，让他感觉你很有灵性，或者是你是艺术家，你很有艺术天分，你就是一个好像连结星星的人，就是很梦幻，是叫梦幻吗？跟常人不太一样的人，就是有点不如果说负面的话就是有点不接地气，但是正面的话就是你一直都会有一种灵感，让他有时候会惊艳说啊，你怎么会有一些想法是一般人说不出来的。所以呢，对他来说，你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提点他，给他一些很有灵性的建议，让他眼睛为之一亮。但是偶尔他会觉得你有一种活在云端上的感觉，抓不住你的感觉。你可能喜欢研究星象学或者是你现在看塔罗占卜，就是你相信玄学这些东西，相信外星人这些东西。这张牌也代表你代表水瓶座的能量，不是说你是水瓶座，或者是你可能会有水瓶座在你的星盘里面。但是虽然你很有飘飘然，有时候很浪漫，可是他还是觉得你是一个很独立自主的我们先不要说女性，你可能是女性、男性，或者是阳性能量、阴性能量。他觉得你很自给自足，很独立，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他会感觉到某一种安全感，然后有的时候又会被你疗愈的感觉，可能他有什么烦恼跟你聊天，就会得到你的一些感知，一些领悟，从你这边得到一些领悟。可是我必须要说，你们可能个性很不一样，因为这边出现了圣杯2的逆位。你们非常
你们是那种好的时候感觉双方很适合对方，觉得好合，可是呢可能下一秒或隔天就会吵到不可开交，因为你们可能有很多想法观念上的不同。然后他刚刚有讲，他又是属于一个不会沟通的人，因为他会沟通是什么意思？会沟通就是懂得就事论事，他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就事论事的人。如果他每一件事情发生问题都是先以攻击别人为主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你们常常会争吵，而且吵得很凶。那权杖八逆位代表的是你们的沟通不良，那沟通不良才会吵架嘛，因为如果可以沟通就不用吵架啦。就是因为他把你惹火你是一个这么生活在云端的人，我相信你是一个和平为基础，水瓶座最喜欢和平的，可是他却把你逼到必须要吵架，就是因为你们在怎么说，智能交流上、想法交流上不是很顺畅这边你们吵得不可开交，就是因为可能个性有一些地方不一样嘛，所以有一种水火，有时候会有水火不容的感觉。那因为这些问题，这边有可能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说，可能因为刚刚有说到你是星星牌，你比较不太接地气，有的时候，所以可能是你这一方有的时候会可能有一种爱做白日梦啊，然后会讲很多想做的事情，或是有一些给他的一些承诺呀都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导致他有的时候会对你有一点不信任感，或者是反之亦然。你们其中有一方是这样子的人，常常会给一些空头支票，可是最后都没有实现。可是其中有一方还是处在一个很想要继续往前发展，很期待这个关系可以继续往前进展到下一步的状态，可能是你，可能是对方。那也有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你们的关系是在海外旅行的时候认识的，或者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国家认识他，但是你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是这个是他的状况。对他来说，你是一个很梦幻、很有吸引力、很有魅力、很有性吸引力的人，然后他应该是很想要跟你在一起，可是终会有一个个性不合、争吵的问题。然后你们其中一方是比较是关系里面属于给予的一方，而这个给予的一方也代表是比较喜欢控制的那一方。所以either是你想要控制这段关系，或者是他想要控制这段关系。怎么控制呢？ By giving you things, like 就是提供物质上的给予，或者是其他给你礼物啊，带你吃饭啊，带你去旅游啊，然后来当这段关系的 boss。 但是某一方不喜欢，就是某一方是给予控制的那一方，但是另外一个人并不是很享受这种被控制的感觉，因为当这个 boss 在给予的同时，可能会让你感受到一种不太受到尊重的感觉，可能在争吵的时候他会让你感觉说你应该要听他的，他讲的才是对的，好像你有一种低他一阶的感觉。所以 vice versa， 这 either 是你或者是他，但是有可能是他。然后种种的这些问题，就算其中一方很想要继续发展，但是太多的问题让你们这段关系并不是非常的稳固。权杖四逆位就是
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做自己，开心的在外享受你觉得你的人生，或者是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不喜欢被你一天到晚带着跑，因为他想要当 boss， 他不喜欢一直被你因为喜欢你而被你一直牵着鼻子走，而这些种种的因素让你们的情感不是在很稳固的状态。我们来抽一下神谕卡，看宇宙有什么建议要给你。我不知道，那如果你来看这副牌，表示你还是想要跟他过情人节嘛，应该是这个意思。可是你们的问题很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吧。OK， 这是帮你们抽到的2张神谕卡。很奇妙的是，你们抽到跟第一副牌组一样的 Abundance 这张牌。我每一副牌，每一个牌组抽到的牌数不一样，那就是宇宙天使想要给你们的指引的长度不一样。很担心你们可能就会给多一点这样。好啦废话不多说，这一张是 Amour Love， 这一张是 Abundance 富足丰盛。如果你们还是想要跟你心目中想的这个人过情人节的话，我知道你们的心很痛，可是你们的关系还是让你生出爱的。这朵花，你的心还是有为了他，你想的这个人生出花朵来，所以他还是有让你有的时候感觉到被爱，然后世界很光明的感觉，或者是因为他给你的这些课程的学习，虽然心很痛，可是他教了你怎么去爱。所以意思是在情人节前不负责任意见，在情人节前试着用爱来解决问题。这样讲我知道很笼统，意思就是说用你对他的爱的眼光去看他对你的任何的反应跟话语。这样做很难，就像那个在你心上的荆棘很难，我知道，但是呢，记住你们是有爱的。然后每次当你很想要对他发火发脾气的时候，或者是他对你不公道的时候，用爱跟他说，可能因为他不懂得沟通，那就是不要让他觉得他错了或怎么样，就是用一些方法啦。如果你想要跟他过情人节的话，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跟他过情人节的话，那就算了。然后这边解牌就到此为止。这种人，就是他的个性可能会让你很累，但是如果你想继续跟他过情人节，表示你想跟他继续下去，那就是最近稍微忍耐他一下哈。就是爱是忍耐，爱是什么？爱是谅解。然后如果你做了这一步，有可能会让他也软下来，因为你们两个可能是镜面的关系，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或者是他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所以如果两个可以，你愿意先用爱的方式去跟他沟通，他可能就愿意比较软化下来，来跟你回应。我不是说沟通哦，回应哦。如果你们两个都愿意进到这一步，就可以互相开出丰盛的花朵，然后开心的在一起过情人节。你们两个如果可以都互相退一步的话，那就是可以像我第一副牌组说，你们会互望对方，会把这个逆位的圣杯2变成正位的圣杯2 See？ 你们就是 mirroring， 就像这样，都是镜面的一个意象。你们本来是这样，常常吵架，但是如果用爱来解决问题，
你们就会一起变得丰盛、幸福、美满。OK， 那就是希望对你有帮助今天的解牌，然后呢，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然后一起来帮我按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所有按赞的人，然后按小铃铛，然后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然后你们觉得我要再多做一点跟爱有关的、跟关系有关的塔罗 reading 吗？在留言里告诉我，还是你们比较在乎的是职业跟财运呢？谢谢大家，拜拜。OK， 我们现在来选择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选到了白水晶柱，来看一下你们的牌是什么。你们心目中想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对应一下有没有对到他们的个性，没有的话呢，可以去选择其他的牌组哟。你们抽到宝剑9逆位，星星牌正位，圣杯8正位。你们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你们心上人呢，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这是不客观意见。但是这张宝剑9的逆位代表的是说，整体来讲他算是一个乐观的人。乐观的意思是，就算他有烦恼、有问题、有恐惧，他会把这些东西，他会愿意去面对恐惧、困扰、内心的恶魔，然后用一些方法去解决。他会面对并且解决，他们乐意去解决，正视然后解决。Sorry, I keep repeating， 因为我在找适合的形容词，所以他们可能会去找心理学相关书籍文章去看，去对应，去察觉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他们如果是比较喜欢神秘学、比较有灵性的话，他会注意自己的梦境。宝剑9正位代表是他们会你的潜意识恐惧会一直从你的噩梦里面去显现出来，然后会不堪其扰，甚至失眠什么的。但是逆位的意思是一个是有可能他真的被吓到不行这样，但是我觉得在这副牌里面，因为旁边有2张非常有希望的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是会从梦境里去察觉他的潜意识试图要告诉他什么然后呢然后可能去找文章来看他做的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然后去知道他现在的内心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他是一个不断的，你看到这2张牌这张是星星牌，这张是圣杯8，这2个人都望向天空，他望着天空的星星，遥望着远方。这张是圣女贞德，他望着上帝，向上天祈祷在奋战过后，可能赢得胜利，可能输了，但是他向上天祈祷，他向上天祈祷表达感谢之意，如果他赢了，他向上天祈祷，希望带给他平静跟下一步的希望，如果他输了。Sorry， 我用字都很白话，我中文越来越烂。可是不管怎么样，他浴血奋战以后，他会向上天表达他的愿望，他的感谢。这张望向星星代表他有很远大的梦想他一直望着远方，看着他想要达到的人生目标，他想要得到的，他想要达成的梦想，他一直充满着希望。这2张牌都代表他们充满着希望。当然圣杯8代表着 move on， 就是往下一个更美好的方向走过去，抛弃所有不好的东西。所以浴血奋战的意思就是他在一些过去的一些挫折当中，不管是感情上的、工作上的，他都已经
很努力的奋战过了，很努力的争取过了，不管他输了还是赢了，这些东西都抛在脑后，他向上天祈祷接下来更美好的东西。所以这个人，你心目中的这个人，他 always 他很愿意去解决他忧郁的话，他很黑暗，他很 down 的时候，他愿意去面对，并且他不放弃希望，他永远都相信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相信这个宇宙是保护他的，甚至可能可以解释说，你的心目中的这个人，他是有宗教信仰的，他相信有一个更高的能量在指引着他们，在保护着他们，在赐福给他们。 OK， 好，先讲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抽一下塔罗牌，看你们能不能一起过情人节前后，因为 sorry 这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宇宙给了我5副牌让你们抽，好多哦，害我分了好几天来解牌。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是帮选择第3个牌组的人抽到的塔罗牌，我必须要说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感觉这一组牌会是你们上一组抽第2组牌的人测的心里想的那个人会选的牌。选择第2副组牌的人，你可以来看第3副组牌，选择第3副的可以去看第2副，因为你们有可能是互相的另一半，可能啦，不是所有人。因为呢，我刚解释的，你们心上人是一个很有梦想，然后有一点很有宗教可能有宗教信仰，然后又可能会相信玄学的人。可是呢，你们不要看他们好像很有梦想，好像有一种做白日梦的感觉，其实他们是非常有理性的，因为从这个宝剑9的逆位就可以，它有9支宝剑，9支宝剑是比1支多了8支，然后大家都会算数 ，sorry 我讲的废话，但是意思就是说，我刚刚有解释宝剑9逆位，就是他们还是会运用理性做research 收集资料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哦，不是只是任由，不是说它是圣杯是比较用情绪去解决，就是可能会任由自己被情绪淹没，然后不去解决问题，不是哦，它是宝剑哦。所以你们测的这个人，他可能是风象的能量很浓厚，他可能是水瓶座比较多水瓶座，或者是其他有可能是双子、天秤，他也可能有一点土象在他的星盘里面，跟巨蟹、射手，小部分的巨蟹、射手 ，alright， 非常理性，非常可能水星是在风象，上升是在水瓶，或太阳是在水瓶 ，anyways， 也有可能是双，sorry，OK，anyway， 题外话。但是好，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他对于你们的关系有很多的想法，他说不出来。然后有另外一个解释是说，他是一个只光说不练的人，会开空头支票的人，有很多的点子却不懂得执行的人。这边这个宝剑国王的逆位，所以这边又对应到刚刚上一副组牌，你们的对象，怎么说？我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这个部分跟上一副组牌谈的对象有谋合到，就是会光说不练这样，然后有一点在云雾中。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选择上一组牌，他们的对象可能会觉得他们是有一种活在云端的感觉。那你们这一副组牌就是你在测的那个人选了上一个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OK，anyways，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是互相的一对的话，他也觉得你现在测的这个人，他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或者是不敢跟你说，
因为你可能有点难沟通啊，不是所有人啊。可是他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因为他也觉得你是一个很自足、很独立、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你的对象其实很愿意继续发展这段关系，他很想要这段关系能够往下一步有所进展，他很珍惜这个关系。可是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他比较他虽然是很理性的人，但是他很重视情感，可能偶尔他觉得这段关系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是他觉得你不够，应该怎么说？你缺少了一种柔性的沟通方式，你比较不太会用爱来出发，来跟他做沟通协调。你可能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所以你都是以理论啊逻辑来跟他解决问题。为什么我觉得选择这副牌组会是男性能量比较多？但是也不一定啦，也有很多很正向、很梦幻的男性能量。我相信。Anyways， 我觉得因为你们价值观或是面对事情处理方法的态度不同，个性不同，所以导致他虽然想继续进行，继续跟你往下一步进展，可是他会有一点犹豫，就是说，就是这张他可能很多话想跟你讲，不敢讲，因为可能怕你听不进去，或者是没有用。所以这张牌代表的是说，他虽然非常的努力，可是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跟不好的回忆啊、伤害啊，让他还是会对你们的关系有一点犹豫。他有继续在努力，可是同时他也在思考你们到底适不适合。而且你们这段关系有一种给予不均的不均衡的感觉。一个可能性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东西，因为你是一个钱币9你是一个很懂得自己给自给自足很丰盛的人，他没有办法给予你值得或者是你想要的一起生活的经济状态，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你那么会赚钱，他是处在一个比较消耗金钱的状态，他会怕你可能会看不起他，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平等平起平坐。我真的再度强调，你们如果我读到的你觉得是你的能量的话，那你可以去看上一副组牌或者是其他副组牌，因为有的时候大众占卜读出来的能量有可能会互换然后这边这一副组牌真的很多是上一副组牌的相反，所以真的蛮神奇的。我刚刚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一张逆位宝剑国王，虽然说一个说法是他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可是也有一个是他对你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可能不是很好沟通这样子，就算他寄了1000封的简讯跟 email，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沟通的需求。然后我没有要批评你哦，就是不一定啦，你自己看有没有对应到你。然后你的对象就算知道你们之间有差异，有点难解决，但是他还是有在做他的努力。记得我刚刚有讲，他都会以理性的方式做研究，做 research 来解决问题，所以他可能会常常自己在翻阅一些文章，知道去学习怎么改善你的关系。因为虽然他很梦幻，但是他很有逻辑。像这个宝剑女皇代表的是一个可能性是说，他都是在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
然后他可能觉得你是比较，因为他很梦幻嘛，他看星星，他相信宇宙啊、上帝啊什么的，但是你跟他相反，星星的逆位，他是正位，他同时有理性也有感性，也不能说星星是感性，星星其实也是一个很理性的牌，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理智去做了一个决定，说他觉得宇宙是万物，是什么都有可能，什么都是一个知识，我们现在人类知道的不见得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是吧？但是你跟他有点相反，你可能只愿意去相信眼睛看得到的东西跟现在世界已经证实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比较去注重灵性的层面，跟比较愿意接受世界上还没有办法用科学证实的知识，但是你比较属于实际的人，所以你不太去能理解他的思考逻辑是这种有一种不接地的感觉。那另外一个说法解释的方法是说，他觉得你太理性了，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他没有办法分享这些比较灵性的知识给你，这是一个比较有差异性的问题，就是可能是你都会，他是那个可怜的甜点，然后你都会用一把刀很犀利的直接去戳破它，这样子就是不要再做白日梦了，你在讲什么鬼话哈？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好啦，然后可是呢，他都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你注重的是什么，他知道你是很实际的人，所以这边可以讲的是说，你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你很注重你的事业，你都会很努力的精心钻研你该学习的知识，然后让你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也可以说是你的对象目前他在学习一个新的知识，他这是他的一个新的热情，然后他也只在很努力的练习，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节制牌正位也有可能是说，他现在学习的这个新的知识，或者是他正在努力的这个新的事业，他在不断的自己做 training， 也有可能他是老师，尤其是你看他这边在训练一个，你的对象有可能是一个老师、心灵导师啊，真正的教师啊，他在教学生啊，因为这张牌也是代表着教学。所以他有可能水瓶座、射手座，你的对象有这些星在他的星盘里面。然后呢，另外的解释是说，他不停的也是在努力的自我发展，就是为了要达到你的 level， 你的要求，对物质上的要求，对于他也希望可以跟你平等、平起平坐，然后达到一个就是经济上平起平坐，他想要变得可以给予你像你给予他一样平等的关系，然后达到两个人之间的平衡。他最希望的就是这种，他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悠游天际，然后躺在你的背上，很安全很舒适，什么都不用担心，因为你保护着他，他跟你在一起就是得到一种平静平稳，然后跟你一起享受任何的，跟你一起 share 任何的知识，你也愿意接受他的这种有时候无边际的想象白日梦。也可以说可能有的人你们在策划一个旅行，情人节的旅行，为了庆祝情人节而去旅行来增进你们的关系，这是一部分的人可能你们现在处的情形。我们现在来抽一下神谕卡，看对你们如果想要跟这个人过情人节有什么建议。OK， 我刚刚在抽神谕卡的时候跳出了4张，然后这4张的讯息就是一直在不停的重复相同的讯息，这3张基本上是相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宇宙在跟你说，你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很想要跟他一起过情人节，甚至过下一个情人节、下一个情人节、下一个情人节，甚至所以他给你的指引很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要重复3次。OK， 我太激动了 ，so sorry。
我先说，这张叫你，这张叫 Ce n'est pas moi， 不是我，这张叫 Communication， 沟通。Sorry， 碰到脚架。这张呢叫 Message à transmettre， 就是发送一个讯息，宇宙在发送一个讯息给你，就是你今天可能是不小心，或者是不管怎么样，你突然决定想要连接一个你本来不是很相信的玄学方法，你看到了今天的讯息，这是宇宙要传达给你的讯息。讯息就是这一张你代表的是说，你现在跟这个人在一起，你看到了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很能跟灵性连接，很正向的一个世界。你可以，这个人送到你身边可能是有原因有目的的，他在引领你进入他的这个世界。你可能一直迷失在 3D 世界太久，你一直处在一个你很接地气很实际，但是接地气实际会让你一直陷入一种很混沌的状态，这种物质世界对你并没有太好的影响，导致于你只相信一些物质世界存在的东西或知识或想法。所以你这一张，他们希望你可以，宇宙觉得你可以开始尝试，最简单的就是像这个图像讲的，尝试开始做点瑜伽，开始早晨做一点冥想，试着学习你的喜欢的这个人的某一些方法，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把自己脱离这个物质世界一会儿。你可以去大自然，去吸收日月光的精华。这一章说 Ce n'est pas moi， 一个意思是当你望向镜子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到你自己，你其实根本不认识你自己，你的对象他很认识他自己，可能说跟你如果相较起来，他比较认识他自己，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相信的是什么。但是你呢，你一直相信的都是人家告诉你的东西，这个世界告诉你的东西，这个社会告诉你的东西，所以你自己在哪里？你有曾经自己去发掘一些新的知识、新的世界吗？是自己去发展出一些跟别人不同的思考模式吗？你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当你看入镜子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你到底是真的是你吗？你认识你自己吗？这章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你可能有一个状况是每次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说那不是我，不是我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宇宙在告诉你，你可以开始学习跟灵性连接。你可能有点难接受，但是你可以一小步一小步的开始，先从可能闭上眼睛，让自己什么都不想开始，然后可能你喜欢做瑜伽，可以尝试；喜欢做运动，尝试去做一点瑜伽；喜欢户外活动，当你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试着自己一个人坐下来，什么都不要想。这些很简单的步骤，让你去连接，让你去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大自然的力量。或者是这个你喜欢的这个人带给你的光能量，能让你去体验到说，哦，原来事情很多都不是只有你从小到大知道的事。把你自己打开，然后认识真正的自己。另外一个要讲的是 communication， 这个代表这两张牌几乎就是一个正面照跟一个侧面照。Sorry， 我笑得太大声。所以这两张都讲的是你尝试跟灵性连接，这是灵性想要跟你沟通，他们所谓的高我，不是只有你的脑袋，很多其实指引我们的东西叫第六感。你现在要第六感就是灵性高我给你的讯息，打开你的不要困在你的头脑里，打开你的
灵性，去接收更多的第六感的直觉告诉你的东西，这就是你跟你高我的沟通 ，OK？ 第二个沟通，尝试用你喜欢的对象的方式跟他沟通交流，不要一直用逻辑跟你觉得你只是sorry 结巴，你觉得对的事情压制在他的身上，尝试去听他 put yourself in his shoes， 他讲的他的位置，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当你做了这些静心冥想之后，你可能会更理解你的对象在说什么，进入他的世界。如果你喜欢他，你爱他的话，这章其实我也觉得除了是宇宙要发讯息给你他们非常担心你，如果感觉你很喜欢这个人啦，所以他们一直给你重复的信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 OK， 这也代表说你是一个看到目标就会看准目标就会下手的人。好，这是一个 side note， 这是题外话，你是一个很懂得抓住你想要的东西的，所以加油，你想要跟这个人过情人节的话，自己要做一些功课，你们两个遇到一定是有原因的，互相成长。然后你如果很在乎他，就不要一直都用自己的逻辑来反驳你爱的这个人 OK， 然后可能计划个小旅行吧，因为这边有讲说去让你们的关系更棒 OK。 如果喜欢这次的解读，欢迎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按小铃铛。谢谢你们愿意聆听我对你们的 reading， 然后下次再见。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喜欢这种跟情感有关主题的 reading， 还是你们比较想要看职业啊跟财运的 reading。 谢谢你们，下次再见，拜。 OK， 欢迎选到第4副组牌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抽到什么牌。我忘记这颗叫什么了，深绿色的一颗小石头。我记得它代表的是让你是感觉想要生活的更精彩还是什么，我有点忘。 OK， 来看一下你们抽到的是，哇哦，这个人呢，圣杯9跟钱币5，好大的反差OK， 我调一下角度你们心目中想测的这个人，他呢应该算是一个有经济能力、经济实力，然后算事业有成的人。就算没有事业有成，就是说他的财务状况稳定，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所以基本上他是处在一个很富足的状态。你看这么多杯子在他后面，然后你看他这个骄傲的样子，他对自己的成就其实算是认可，并且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些都是他得来的奖杯。可是呢，这张圣杯9的意思是说，他用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么多奖杯、物质、经济基础，或甚至是说他可能一直都不缺女友或不缺男友，因为大家会被他的稳定吸引，被他的富足吸引，被他的自信吸引。可是其实他并没有准备好他的手交叉在他的胸前，他并没有准备好把这些圣杯分享给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说他处在一个这种坐立的稳稳坐在那边，坐在他9个圣杯前面，双手插胸的位置，代表着你想要过来吗？先得过我这一关。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抢测的这个人，他对于伴侣非常的挑剔，
他会对伴侣非常的要求，他选择伴侣的他选择伴侣有很多要求，他要看你符不符合他想要的，值不值得跟他一起分享他的成就，分享他已经得到了这些财务、物质、生活。哦，好绕口哦。所以他很 picky， 对于选择情感，而且他有点骄傲，这样有一点。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一副 ，sorry 我打嗝了，因为刚刚吃的饼干有点饿，因为现在是晚餐时间 ，I'm so sorry。钱币五呢是一个非常相反的状况，钱币五代表的是一种内心的匮乏感，一种空虚感、孤寂感，一种看着别人开心却自己觉得很孤单，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很妙吧？很奇怪哈，为什么它是一个这么丰盛满足的牌，却会有另外一张完全相反的牌坐在他旁边？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苦过，就是他可能是白手起家，或者是就算他家里他是继承家业或怎么样，他都是需要以前面对一个状况是需要他自己用自己的努力、智力、争斗才争取来现在的富足。所以一个说法是他很珍惜现在富足的状况，因为他苦过，他可能以前贫穷过，没有，或者是没有那么有钱过，或者是家庭是小康以下什么之类的，他有看过那些，体验过那些比较贫困的状态，所以他其实内心潜意识还是一直很惧怕会回到这个状态，他才会这么保护他所拥有的东西，因为他很害怕回到那种需要半夜去挖坟这张是半夜挖坟，我猜应该是盗墓吧，他们看起来像牧师，可是很奇怪，看起来像牧师。半夜盗墓去偷取、去挖取别人剩余的财富，或者是陪伴过世的人的财富，一种不正，需要用到不正当手段，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嘛，是吧？所以他很害怕，所以他才会这么对选择对象非常的严格，因为他需要确保这个对象能跟他一起保护好这9个杯子，甚至前进到10个杯子更好，只能更好，不能更惨。OK， 他不想要某人陪伴他在他身边，反而让他回到这种很贫穷、需要贫困匮乏、需要去为了生活挣扎的状态。但是另外一个说法，这张牌也是因为他苦过，因为他用过很多的手法去得到现在的富足富有，所以他可能有一部分个性，有一部分会很计较，可能是抠门，就是金钱上的计较，或者是情感付出上的计较，他会很计较他付出的一定要得到相等的回报，所以他是一个讲白话就是爱计较的人啦，所以可能会有一点难相处而且他需要你，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够陪着他一起，他喜欢当 boss， 应该这样讲，不管他是在贫困的状态还是富足的状态，他都是那个 boss。 那他希望找的人就是那个可以跟他一起能听他发号施令的人。 OK， 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其他的塔罗牌，看你们能不能一起过情人节，情人节前后。 Alright， OK， 这边是帮你们选择第4副牌组的人抽到的塔罗牌。OK， 你们测的这个对象，他非常非常的土象跟风象，
就是非常的实际跟理性，所有的事情都是以逻辑解决，然后非常的在乎经济的稳固。但是呢，好处就是他算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他如果跟你发展情感，就是他如果愿意发展一个情感，是愿意付出的人，愿意给你稳固基础、稳固经济状况的人，但是他的动作很慢，他的个性，他要发展感情的动作非常慢，等到他决定要跟你发展感情，跟让你感觉到安全感，就是每一步都比别人慢 ，sorry， 结巴。然后呢，讲一个题外话，就是他可能就是钱币骑士是最慢的骑士，但是是思虑最严谨的骑士，所以才慢。题外话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如果有机会一起过情人节，或者甚至不是情人节，就是你们平常万一已经有发展到人与人的连结的关系，他可能会喜欢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你想到什么？他就是喜欢这个，好 ，OK， 他是兔子，然后这是你，这样有可能啦，不是所有的人 ，Alright， 他喜欢被你，他喜欢臣服于你，但是仅止在房间，因为呢，我们这边抽到宝剑一、宝剑国王，所以基本上他是属于一个他说了算的人，他很相信自己的睿智跟逻辑跟智慧，但是好处是他很愿意用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来处理事情，他也很会讲话，他很懂得怎么讲话，他懂得怎么讲话不代表他懂得怎么安抚你哦，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圣杯，完全没有圣杯，只有这个是圣杯。这样可以解释说，他只对自己，他只把情感给予自己，他很爱自己。讲的不好听，就是他太爱自己，就是有点自私啦。因为他还不懂得怎么样把他的情感分享给别人，所以他可能有很多关系都没有办法稳固，就是都无疾而终之类的。所以因为你看他你们关系的状态都没有成功，他都是以理智逻辑跟财务状况来看你们的关系，还有一点点的权杖。我觉得他对这段关系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没有安全感是他没有准备好，他有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情感伤害，或者是旁边有很多三姑六婆就是一些亲朋好友给予的意见，让他限制在自己的旧有的循环里面，没有办法脱离，然后没有办法放胆放心去投入这一段感情。他很想要自由，他很想要去努力去放胆的爱，但是他把自己限制住了，限制在自己的恐惧，限制在别人说什么，限制在害怕投入情感给你以后，自己反而被奴役了。但是呢，他只愿意在房间里被奴役。OK， 好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吧，一部分人。然后这个人千万不要跟他吵架，因为他会把你吃掉。宝剑一是说他很 sharp， 很锐利，逻辑很敏锐的一个人，思想很快速，所以他可以一个解释是说，万一你们争执的时候，你一定是吵不过他的那个啦，你就是那个棒棒糖 ，OK。然后或者是说，宝剑一其实代表着他其实很想要跟你开始这一段关系。然后
然后他觉得你很可口。对，我觉得他觉得你很可口，他可以在争执上把你吃掉，但是在房间里你要吃掉他。Sorry， OK， 然后他思考很多，宝剑很多的人的思虑都是有点过多的，然后他可能在 juggling， 可能在他的事业跟你之间在做选择，然后可能有一种忙不过来的感觉，就是他想要跟你开始，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勇敢的做出这个决定要跟你开始，他还在徘徊。然后宝剑国王的正位，一个代表的是他喜欢跟你用，现在已经没有书信了，他喜欢跟你用简讯 email 沟通，然后也代表的是他很喜欢跟你沟通心智交流，所以他需要的另一半是一个可以跟他心智交流思想交流的人，要跟他的智力相等的人，迸发出脑力激荡的火花的人。可是然后他很喜欢计划事情，他很成熟懂得计划，可是也因为他思虑太多计划太久，导致他对这段关系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真的有所作为。他是心智上的国王，却是行动上的侍者。哇，这句话讲得真好。对感情上来说，心智上的国王，行动上的侍者，你可能会等到不耐烦，他到底要怎样？因为他想太多，他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主动的，怎么说？给你一个承诺之类的。如果你们已经在一起，可能没有办法，你们可能一直处在同样的状态很久，他还在思考要不要到下一步，要不要进入下一步，还是先这样就好了，因为他还没有决定你会不会伤害他，你是不是真的适合他。然后我必须要说，这段关系可能会应该怎么说，你或者是他觉得这段关系有点不太平等，就是可能某一方总是很想赢另外一方吧，就是一种权力的斗争，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这种不平等的状态，这种心智上总是要赢，逻辑总是要赢的状态，让你们会一直有争执，然后导致关系的伤害这个关系。你跟着他，你或他都会感觉受到伤害，因为一直不断的争执。宝剑三，心被插了一把刀，没有办法再自由的飞翔的蝴蝶，被这段关系困住。你们在这段关系都感到受伤了，可能无法互相理解对方吧，争执不下，就是都有自己的意见这样。然后为什么会让你们的关系一直处在这种停滞不前，然后有争端的状态，就是因为他不太懂得怎么在关系里与人家协调跟合作。他可能事业上很懂得跟人家合作，可是关于情感关系，他不懂得跟你合作。所谓的合作，就是倾听你的心声，懂你在讲什么，去同理你的想法。可能反之亦然。那他是属于很爱说教的人，这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烦。因为他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应该要听他的，因为他的经验比较丰富，他懂得比较多之类的。
然后他会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你的关系，来对待你，就是因为他比较自我，比较不懂得，他没有灵性的成长，就是讲白就是比较没有智慧啊。他很聪明但没有智慧，星星的逆位。他其实对这段关系很想要有自由奔放，去爱你，放胆爱你，然后一起创造一个很美好的世界，用很有创意的方式，跟以往不同的方式跟你发展这段关系。可是因为他自我的设限，他的恐惧绑住了他，然后让你们没有办法进展得很顺利。然后他可能真的太喜欢赢了，可是他却赢不了，因为他喜欢你，可是又想赢，这是这种很错综复杂的感觉。好啦，这个人就是一个要还有很多功课要学。我们来这边看起来好像情况不太妙，对不对？如果你还是想跟这个人过情人节，我们来抽一下生日卡吧。我想要提一下，就是我在解这一副牌，我觉得有一种很困扰、很沉重、很不知道怎么办的能量。然后我觉得这个人让你感受到不自信吧，就是除了我刚刚说这张牌可能代表他的恐惧迈到下一步，但是我也觉得他可能会让你感受到恐惧，他对你的态度或者是冷漠、冷淡处理，让你害怕的像个孩子一样，让你感受不到爱。所以宇宙在这边透过神谕卡想要告诉你，你今天来看塔罗是属于正确的决定的一种。我相信你可能已经看了很多塔罗了。这张牌 Message de Concierge 就是你其实是可以去寻找别人的意见来指引你，去 counsel 叫什么？顾问你需要顾问，宇宙就是你的顾问。当然你也可以找朋友、家人来倾听你的状况，给你一些意见。但是这边的意思就是，这张牌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寻找你可以信任的人，不管是人类还是自己的高我，还是你的神圣的宗教信仰的指引，他们的意见会对你有帮助，而且是精确的帮助。 OK， 这个 arrow 然后同时这两张牌应该怎么说？我先从这张牌讲。你呢，这张牌讲的是说，你在得到一些意见以后，你才是真正那个可以指引你自己的人。你内在有一个狮子被压抑很久了，他身上还有星星。你是一个可以跟神圣的力量连接的人，跟高我连接的人。你要把它唤醒。你可能一直都是一个听别人照着别人说法做事的人，或者是你一直都很温和的人，但是你心中有一个狮子，你的灵魂有一个这是狮子没错吧？你适时的要把它释放出来，让它指引你该怎么做，让它对那些对你不公道的，或者是对你的态度不好的人，要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惹的。 OK， Libération， 解放你自己。你受困太久了，你这张牌 Enfant
小孩，我觉得他讲的是内在小孩。你可能有一个很严格的父母或怎么样，就是或者是双亲可能是离婚或怎么样，让你的内在小孩受到压抑，你小时候没有办法真正的释放，做一个你小时候就没办法做自己，就是你可能受到很多的管教，很多的规矩，或者是因为可能父亲不在或母亲不在，让你这一块没有办法小孩没有办法发挥。所以 liberation 就是解放你的内在小孩，解放你内心的狮子，重新的拥抱你真正的自己是一朵花，是一个可以绽放的花。你把你的内在小孩解放，怎么样解放内在小孩？去做一些，你看那个 Pixar Animation Soul， 他们有一个 zone， 当你进入 zone 的时候，就是可以解放你内在小孩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让你真正能够享受专注，让你进入到一个冥想状态的一个活动。让你只沉浸在那个活动里面，而不会让你想任何其他的事情。有的人是唱歌，有的人是跳舞，有的人是做菜，有的人是做甜点什么的，这种东西唤醒你内在小孩。然后 liberation 就是我刚才讲了，除了解放你的灵魂深处，有了这两个孩童跟狮吼，同时是时候解放你自己了。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当小媳妇的个性的人，就是说比较会承受别人给你的意见啊、批评啊，然后不太懂得表达自己的话，是时候解放自己，做自己。然后宇宙要讲说，你可能在算这个牌的时候，已经心里有一个声音，宇宙都在看，天在看。然后他们在保护着你这个眼睛，有看到这个眼睛吗？他们在看顾着你哦。他们的意思是说，你是你自己的指引，你问了别人的意见了，你现在有了意见，然后帮自己做决定。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决定，你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你可以走下去。宇宙确定，宇宙跟你保证，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那我这边要讲，我不是要鼓励人分手，但是我这边感觉到的能量状态是，你们好像是处在一个对这个关系比较悲观，你们好像有点受够，这人可能有一点压制到你们的内心小孩跟自尊心，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可以很顺畅、很自由的表达自己。所以你可能有一种想要放弃这个关系的心态。如果你是属于这种犹豫不决才来看这些塔罗的话，宇宙告诉你，相信你的直觉，做你该做的决定。如果你的决定是离开这段关系，你一定会哭泣，你可能会，你不敢离开，有可能是你怕你决定分手离开这个人，你会后悔，你怕你会后悔，因为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嘛，就是又有财务稳定，又有好的职业，又有自信，虽然有点抠，不是抠，就爱计较。你怕你会失去一个很好的物件，很好的对象，但是不管怎么说，不要看外在，听你的内心跟你的。我一直在讲高我，讲到让我觉得我不想一直讲高我这个词，反正就是连结，听你的内心吧。你的内心就是一个通讯中心，你的内心是通讯中心，接收来自各方管道的讯息。OK， 我把它讲白话，我不想要讲的太神叨叨，但是就是我非常相信高我高灵这件事情，但是我不想，因为来听的人不一样。听你的内心，你的内心会接收各方的管道，不管是宗教的管道，精神，那叫什么？精神学、逻辑 ，anyway，
另一个dimension 任何的管道来的讯息，然后相信你的决定是对的，是最适合你的，就算会哭泣不要担心，因为你会遇到更好的。 OK， 这边有三只眼，开启你的三只眼，你看得会很清楚，那就做决定吧。 OK， 而且我觉得这张牌可能也代表着，万一你真的决定离开，你的这个对象才会开始感觉到后悔。可能离开是一个方法，要让这个人去经历一个高塔的阶段，让他懂得去学到怎么样跟他在乎的人、爱的人合作相处，而不是一直要当 boss， 一直指使别人，一直说教。 OK， 那宇宙给了你们5张牌，表示很担心你们。不用害怕，不要难过，一切都会更好。然后我觉得 concierge 也是代表你要告诉你这个对象你的想法，不管他听不听都要跟他讲，用你的不是要吼啦，就是用你内心的强壮的韧性的狮子跟他说你的想法 ，right？ 然后之后怎么样，就看他怎么反应。那就祝福大家，然后喜欢我的 reading 就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开启小铃铛、留言，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OK，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副组牌，第5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抽到什么牌呢？你们有哇哦 ，OK， amazing， OK， 我们来看一下。OK，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他的代表牌钱币8逆位，然后宝剑侍者逆位，但是有权杖2、权杖6正位。这边代表他有很多火象的能量，他可能有一种表现出来，他可能会表现出来一种很有远见、梦想，很有活力。讲到梦想就很有活力的感觉，你可能会吸引到很多人喜欢他，因为会觉得他在讲述未来想做什么，讲述一些很光明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他很有魅力，讲述他自己想做的事的梦想的时候很有魅力这样子。然后他是一个火象星座是什么？就是牡羊、狮子、射手。这边也有很有可能他应该怎么说？我先不要讲他会是什么星座，就是他是火象能量的。然后可是他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他很想要成功，他的个性喜欢被众星拱月，他喜欢享受掌声，这边又是很火象的感觉，很狮子的感觉。然后他想要有所成就，被大家看见。如果他在国外工作，他很想要衣锦还乡，是衣锦还乡吗？可能不叫衣锦还乡，叫什么？就是打胜仗归国，被大家那个成语是什么？请大家留言里跟我讲好吗？我突然忘记了。凯旋归来哦，想起来了，他喜欢这种凯旋归来的感觉。可是他愿意为了成功而做他不喜欢的工作。他现在可能有一个职业，他在做的事情是他没有那么 enjoy 的。如果不是事业的话，那就是他可能
其实他的个性就是不管在情感关系还是事业还是任何他在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处在一个不是很开心不是很享受的状态，而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薪水，或者是为了得到说有人陪的这种感觉。他对工作倦怠，对感情倦怠，却又不愿意做出一些改变去让关系更好，或者是换到下一个工作，去得到一个更棒的环境，更棒的薪水。他这边就是一个有冲劲有理想的人，却没有行动，没有实际行动计划的人。宝剑侍者的逆位就是他都只讲光说不练这样，他好像他很想要自己是这个很帅气行走江湖的人。这个是一个 Vampire Slayer， 就是吸血鬼猎人，可是他却是逆位的，他想当吸血鬼猎人却当不成，因为他在思想上大家都只用讲了，他没有去做，都只用想的。他甚至可能想，他知道他自己都知道他现在的职业他不喜欢，他的工作他不喜欢，或者是他的感情他不喜欢，他也知道要换一个下一个更好的，可是他都没有实际去执行有所行动。他这边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你们的对象还希望到国外工作，或者是甚至移民，就是一种他穿得很华丽，站在墓地里面都没有人，很孤单，然后望着远方的月亮，希望可以搬到月亮上，可是却没有办法。他处在一个不是很符合他的环境里，很违和，这样叫很违和吗？就是很诡异的一个，谁会穿着新娘礼服站在墓地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他很有梦想，他想要当嫦娥，可是这件事情 either 是不可能的，他知道做不到，或者是他不愿意去找 Elon Musk 跟他借一个 spaceship 到月亮上。OK, I'm sorry, that's a bad joke. 但是你们懂我的意思。然后他很喜欢坐飞机，这是什么解说？就是他很喜欢旅行，或者是他是做航空业的，因为宝剑侍者也代表了飞机航空业，所以 either 他很喜欢到处旅行，或者是他是做航空业的，所以他需要到处飞行，或者是他有可能是空少或空姐，所以会有这种喜欢受人宠爱被大家爱戴，因为你空姐空少走出去就是一种很受到荣耀的感觉，或者是他是机长嘛，机长也是一个受到大家掌声的一个行业身份，可是他们却不 enjoy 他的工作，或者是他们不 enjoy 他现在的环境，想要出国移民念书，甚至是到国外工作，但是都没有执行。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抽一下塔罗牌，看你们能不能一起过情人节呢？这是帮你们抽到的塔罗，这边第一张钱币皇后逆位，然后解释牌是权杖5的逆位。我觉得他这张牌一直让我觉得很像 Lily Rose Depp， 就是有一种傲娇的年轻女孩，知道自己很漂亮，然后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得到的那种女生。但是钱币皇后是一个好牌嘛，正位的时候是一个懂得品味，懂得生活自给自足，懂得照顾别人的人。但是逆位的话，我觉得我这边感受到的能量是你测的这个人，他可能有一点点的爱慕虚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他喜欢受到掌声，他喜欢对，可能会很喜欢空口讲大话呀，可是却都没有看到实质上他有一些什么作为，所以他可能有点爱慕虚荣，他喜欢钱财，却没有努力的去赚钱，去做改变，赚取到更多的金钱。他也有可能不好的时候呢，
是会为了钱来谈感情。可是他遇到你，我觉得他是愿意为你改变思考模式，跟就是他可能会内心交战吧，然后交战的结果就是愿意为你做一些改变。这边有一张魔术师，这张魔术师是一个小女孩，一个豹女跟一个面具。这边还有一个，这是什么？一只笼中的飞鸟。魔术师是属于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以召唤天上魔法的人。但是这张牌里面，我觉得一个说法是他愿意为你拿掉他的假面，他那种对待外人为了显示自己很行的假面，愿意为了你做一些实际的行动跟变化改变，或者是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好像什么到你手里都可以被做得很成功。可是你们可能有一个问题，这边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因为你的对象是做航空业的，所以你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常常都是短暂的相聚，飞来飞去，然后也有可能因为相处的时间不够多，而会互相怀疑说对方是不是有第三者，这会变成你们关系的问题的其中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的测的这个对象是属于那种常常旅行，然后没有办法跟你长时间相处的人的话，会造成互相的不信任感，然后可能你们之间的沟通或者是争执会有一个高塔的时刻，就是什么？今天有2副组牌都有高塔时刻。这个高塔时刻就是代表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事件，一种你没有预期的事件，而让你会深刻的感受到，有的时候是伤害，有的时候是领悟。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发生什么事，会让你们觉得受到伤害，或者是有所领悟。但是你们可能因为这种不信任而导致双方的关系有点恶化，就是争执不休，无法互相妥协。你们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但是圣杯2是逆位。今天的牌圣杯2都是逆位，有一点可惜啊。最近星象有在讲说会容易有争执吗？反正好，我这样解释好了。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有点虚华不实，可是他又喜欢你，想要为你做改变，然后可是他有点感觉到你对他的不信任，你一直很怕他会出轨还是怎样的，你怀疑他有第三者还是怎样，然后因为他的这种虚有种虚的个性，让你没有办法相信他，然后因为他很容易，你怕就是会可能有别的男生或女生捧他一下，他就开心的飞上天，就被他们诱惑走了吧，还是怎样。可是他这一方面，我觉得他一直很想打开你的心，然后我觉得他觉得你对他有点不公平，他没有受到公平的你给他的审判，
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让你相信他。然后所以这一方面对他来说是蛮挫折的。然后最后的战车牌，其实他对这段关系还是很想要往前进，就是他会旅行，不管是坐飞机来还是开车来见你，就是他很想要留住你，很想要维持这段关系，就是他有用他的方法在做努力了。然后我觉得他还蛮看重你的，就是他应该算是蛮重视你的。然后可是他没有办法突破你对他的不信任，就是他总觉得你可能以前有被背叛过，受过伤害，所以你对他的一些举动让你警惕，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你会把心关起来不跟他沟通，或者是一直处在一种很心伤，然后总是跟他哭诉说，就他觉得你没有安全感，他好像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安全感，他老是让你失望，让你很伤心，或者是说你们之间的问题其实也让他很心伤，就是心累跟心伤吧，双方都是这样。我们来抽一下神谕卡，看你能不能一起过情人节前后。 OK， 我手机快没电啦。我说一下，你们也得到了5张牌。其实还有一张，这张，但是跟上一副一样，就是宇宙在看顾着你，他现在用很多的方式要传达给你很多的讯息，他有感受到你的不安全感跟 confused，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很想念这个你测的这个人，你 always 很想念他，然后你有的时候为了等待他见不到他而哭泣，或者是这些你的情绪宇宙都看在眼里，但是你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在你的眼前，可是因为你的担忧而看不见你身边美好的事物，你可能被你对这个人的不信任或者是等待孤单而蒙蔽了。可能他有时候没有回你讯息什么的，你就会开始想很多，很担心。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说，你们两个是镜面的效应，镜面的关系，他可以感受到你的能量，你开心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心，你哭泣的时候他其实也可以感觉得到，他会隐隐的感觉得到你的不开心。所以这边可能是讲说，我先把这边讲完。Refoulement, message de libération, soumission， 都是在讲一件事情，你要把自己从这种恐惧跟不相信人的牢笼里解脱。你要拒绝，Refoulement是拒绝，但是拒绝什么呢？不是叫你拒绝这个人，是说拒绝。你要把的负面思考跟恐惧这些脑袋想出来的东西排除掉，你把你的这些恐惧的时间都拿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好，去做瑜伽，去冥想，去静心，臣服在所有你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中。他没有回讯息，没关系，我臣服，我释放我自己，我去做别的事，释放 libération， 释放。你是魔术师，你很有能力，你的双手，这边好多手，你可能有很美丽的手，
他可能很欣赏你的手，或者是你很有疗愈力，你有一双很有疗愈力的手，做你的事，让自己变得更好，不要放太多心思在他的身上。你想他，他会知道，他会感受得到，他也很想你。你希望他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你希望他，好，这边是一些建议啦，但是你不一定要听。就是说，你如果希望他常常联系你啊，然后你就是可以不要太常联系他，但是给他安全感，给他想要的安全感，他就会给你想要的安全感。如果他有一阵子都没有办法马上回复你，那他如果联系你的时候，你也就不要马上回复他，你给他一种这种镜面效应，他会慢慢的去学习，然后这样把心态处理好，你要让他知道你很想他，他会知道了，你们就会比较有可能在一起过情人节，或者是补过情人节。常常挥动你的双手吧，你说话的时候柔柔的柔性一点，让他感受到你的魅力，你很有自信，很冲怎么讲，自我很丰盛，很优雅的姿态来面对所有的事情。 OK， 这是宇宙给你们的建议，不要为了他迷失自己哦。Monk也是有种迷失的感觉。相信宇宙，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是有魅力，他是爱你的。那就先这样，请帮我按赞、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哈。那个如果喜欢，可以在留言里告诉我你喜欢情感的主题还是财运跟职业的主题。那就谢谢你们愿意听我的 reading， 那下次再见，拜。